桂花，你个母老虎，也不打听打听，十里八村除了我，谁还愿意要你这个悍妇？我呸！就你这猪头样，当天我都不要，还好意思让我给你伺候爹妈，5年抱仨。桂花他妈，你快管管啊！哪有姑娘家跟疯婆子一样提刀砍相亲对象的？这么疯，就算生的再水灵，也没人敢要啊！那男的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姑娘谈得好。你个有爹生没爹养的泼妇，跟你不讲理的妈一个样。几个胆子，敢当我面骂我妈！别让我在村里见到你，见一次我打一次。你就惯着他吧，这暴脾气谁敢娶？你们家的亲，我说不了。没人娶我就不嫁了，大不了跟我妈过一辈子。妈，我先去王家村送货了，晚饭给我炖酱猪脚啊！去吧，注意看路啊！知道啦。家里房顶坏了要修，拿钱，拿钱！梅兰啊，房子都分给你们了，再找我们要钱不合适吧？分出去怎么了？分出去就不是咱家老宅了。房顶坏了你就得拿钱，不然你就等着100年后下去被列祖列宗戳脊梁骨，骂你是个不孝的白眼狼。真是开了眼了，世上咋会有这么窝囊的人？梅兰啊，我家真揭不开锅了。大志给人送货，起早贪黑，干了3月就带回来1000播种钱，给了，我们一家明年都要喝西北风。钱重要还是老祖宗留下的房子重要？大志，给他吧。死孩子磨磨唧唧的防贼呢，还不快拿钱孝敬我！我还以为遇到土匪了。这谁呀你？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儿，轮得到你插手吗？抢钱也叫家务事儿？脸皮这么厚，用不用我给你宣扬宣扬啊？大家注意，大白天有不要脸的出门抢劫，可得守好自家钱袋子啊！闭嘴！你瞎嚷嚷什么呢？来人啊！抢劫犯还要动手，有人管没人管啊！小贱皮子，算你狠！这事我记下了，老娘跟你没完！谢谢。谢个人，还结结巴巴，真是窝囊到家了。以后守好你家钱，别再被抢了。守不住，我们一家嘴笨，被人一压就没主见。这些年零零碎碎给出去5000了，后面他还会再来要的。多少？5000？我得割多少猪腰子才能赚到啊？以后得硬气起来，北极直了才不会挨欺负，知道不？我走啦，买猪找我。早听说林屠户家的女儿泼辣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种凶悍娘们，谁娶回家谁倒霉。就是，当他男人不得一天被打8顿啊！可我觉得他很好啊。妈，不是我说，要不是我出手，这家人的钱绝对又要进那老娘们口袋。这年头还有这么窝囊的人家呢。可说呢。桂花，我明天要去城里给人送货，村长家要了头猪，你自己能宰不？不行，我去村里找俩后生给你打下手。不用，你忙你的，交给我就行。你女儿杀猪本领深得其母真传。好，今天你要是跑出这个门，老娘的名字倒过来写。大志啊，那姑娘长得水灵，身材壮实，好生养。虽然名声脾气有点直，但性格还是很温柔的。阿姐，是他。
说她身体壮是吧？桂花这姑娘，我从小看到大，绝对是个贤惠听话的。大志，不是我吹，桂花可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，她平常待人待物啊，那叫一个柔情似水。老实点。大志啊，你别看表面，桂花人闹得我憋不下去了。这门亲事黄就黄吧，我管不了了。她很好。啥？你们叽里咕噜说啥呢？过来，帮我把猪血抬进去。哎，好嘞，哎。这年头，还真有人上赶着找抽啊！喂，你也是来相亲的？村里人都说我是个杀猪的，满身煞气，脾气比牛还倔，一言不合还拿刀砍人。你不怕？不怕，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。我们家太窝囊了，爹妈被欺负了不敢吭声，我嘴笨，连架都不会吵，就想找个能拿事儿的。我啊，对，你昨天那样真好。要是你愿意嫁给我，谁敢惹你，我虽然打不过他们，但我愿意给你挡刀。谁让你挡刀了？就这么盼着我被砍啊？不是。行了，逗你的，我跟你回家看看。大志不能娶那个杀猪女，我找人算过，她命硬，克子克父克所有人，娶进门你们家就等着倒霉吧。这话说的，我啥人都克，怎么没先把你克死啊？你个嘴没把门的小贱蹄子，瞎说什么东西？谁先瞎说谁嘴贱，少背后议论，有种当我面说。你叔婶儿，我叫林桂花，大志说要娶我，我来家里看看。闺女你坐，家里乱，你别嫌弃。这都还没过门呢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我来不来关你屁事儿？你问大志家要钱的时候，经过谁允许了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我要钱那是天经地义。行啊，反正都是一家人，你帮大志把彩礼钱出了吧。不行，那是我们家的钱，大志家没钱就别娶媳妇儿啊。钱还不都让你们这帮亲戚卷走了？把钱还了，不就有钱娶了？你想得美！到我口袋里的钱就是我的，没有吐出去的道理。再说了，我们老王家的事儿，轮得着你一个外人在这瞎掺和？大志，你说我答应了跟你结婚，这算不算我自己家事儿？算。王大志，这杀猪的狐狸精，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你还真要娶这个疯婆娘？别忘了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我现在是王家的准媳妇儿，管王家的事儿是不是天经地义？你现在欠的是我的彩礼钱，我问你要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中午之前我要见钱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滚吧！桂花，你真是神了！我大婶在村里嚣张跋扈这么多年，你还是第一个能治住她的。我这人最护短，不管他在村里怎么样，欺负我家人就是不行。傻看什么呢？把你家账本拿来，我看看还有多少账没要回来。桂花，你怎么知道我家还有外账？一家子软骨头，想不挨欺负都难。零零散散的碎账加起来2万多。大志，这些钱借出去多久了？有3、4年的，
也有7、8年的。要回来过没有？都是亲戚邻居的，张不开嘴。有几家去问过，说手头紧，就算了，2万块，你们在家吃糠咽菜，他们拿着你们的血汗钱吃香喝辣，一句手头紧就算了。桂花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要不算了。什么叫算了？你想窝囊到什么时候？想娶我过门，今天必须去跟我把这账要回来。去还是不去？去。听话，走。先去最近的李德贵家，今儿个我非要带你们把本上的烂账全要回来。哎呦！李叔，忙着呢。你谁呀？我是谁你别管，这账本李叔心里门聪吧。哪儿来的黄毛丫头，手这么长，还管起栓才家的事儿了？大志，告诉他我是谁。你是我未过门的。说，媳妇儿，你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。听到没？大志家的钱被你借走，我俩连婚礼都办不起。今儿个，我就是来专程讨账的。讨账办婚礼，你个小丫头片子唬谁呢？我兜比脸干净，1分钱都没有，你找别人还去。没钱是吧？没天理啦！李德贵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小姑娘啊！你瞎叫唤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小姑娘，咋回事啊？说出来，我们给你评评理。我是王大志没过门的媳妇儿，李德贵欠大志家2千，拖了3年不还，导致我们连办婚礼的钱都拿不出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李德贵干的这叫啥事儿啊？欠钱当大爷，逼得人家没过门的媳妇儿上门讨债，真够寒碜的。就是说呀，这不是诚心搅人家办喜事吗？造孽哟！谁说我不还了？过2天拿给你行了吧？还钱哪用过2天？趁大家都看着把账平了，省得以后再有不要脸的想赖账。你，李叔，大志可是你自家人，你总不能忍心让他一直打光棍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，李德贵，你这事做的真不厚道。就是欺负人家没进门的媳妇儿算什么事儿？行了，算你厉害，我去取钱。这是2钱，账平了，赶紧拿钱走人。我就知道李叔不是欠钱不还的人，结婚那天记得来吃席哦。我跟大志好好敬你一杯。烦死了！瞅啥呢？下一个。你是说那小娘皮还真敢上门讨债？千真万确，咱们可得小心点。呸！你怕个啥？先前在他们家人多，我才吃了亏。这回咱就在自己家不出去，他再能耐还能飞进来啊？你让他来一个试试。5000块凑齐了吗？李桂花，我门都锁了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啊？飞进来的。这是我家，谁允许你进来的？大娘，
我敲了半天门没反应，担心你出事儿我才翻的墙。我可都是一片好心啊！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讨债啊！呀，各位欠债的都在呢，那也正好省得我一趟趟跑了。哎呀，街坊邻居都来看看，没过门的新媳妇儿欺负长辈了。大嫂，你家这头耕牛膘肥体壮的，拉到集市上怎么也够换钱。你敢？那牛是我家的命根子。行啊，那这3头大肥猪也能值不少啊，正好卖给我吧。杀猪我最在行。不行，那猪也不能卖。一头猪重要，还是你侄子的终身大事重要？我不管，这牛就是卖不了。松手！你给我松手！赵媚兰平时多横啊，今天可算遇见硬茬了。该让他老欺负王栓才一家。我给还不行吗？你松手！大嫂，早这么痛快，不就省得丢人了？以后做人实在点，别老想着占便宜。你们中要是还有欠我们家钱的，最好识相点还回来，省得闹起来，大家都不好看。这就要回来了。账平情还在，各位过2天记得来吃喜酒啊！拿着，一半娶我过门，一半留着给你妹妹上学用。你怎么知道我妹妹上学的事儿？傻子，账本上都记着呢。杀猪匠家的女儿真有本事，自己给自己讨彩礼钱，我活了大半辈子都还没见过。等她嫁到咱们村儿，可有的热闹喽！不识好歹的林桂花，竟然敢当那么多人让我下不来台，还硬要走2000块钱！哎呦，光想想我就肝疼。就是，这钱本来就是坏账，要不是那个黄毛丫头上门讨债，哪用得着还？急什么？她不是要嫁进来吗？那就按咱们老规矩，给她好好热闹热闹。你是说，叫上几个下手没请中的，让她知道什么叫尊敬长辈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这孩子跑哪儿去了？杀个猪还给自己杀没影了。收了1天账，累死了。收账？收什么账？谁敢欠咱们家的账？给我自己收了笔彩礼钱回来。妈，我嫁人了。啥？
婶子好，我来给桂花送聘礼。死丫头，我才出门2天，你就把自己嫁了？嫁了。这才几天，你了解他家里情况吗？万一嫁过去受欺负怎么？你们都听谁的？听你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他们都很听话。桂花来了，路上辛苦了，快进屋坐。莫回公婆，赶紧的！祝贺二老喜迎杀猪匠！没来啊！大喜的日子，给老头子留点脸吧！呸！你活了大半辈子还知道要脸？父母就是不认祖宗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对，父母就是不认祖宗。去，站在院子中间，给亲戚们表演一段耍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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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志，外面什么情况？该不会出事了吧？你先坐着歇会，我去外面看看。你们干什么？不许欺负我爸妈！怎么能叫欺负呢？我们这是在给你添喜气。小梅，你哥都出去那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可能是在招待客人吧。嫂子大喜的日子，你就别皱眉头了。哟，新娘子换衣服呢，哥几个来给你添福了。没完没了了是吗？嫂子还在换衣服，你们出去。哟，小姨子这么护着嫂子，来来来，也给小姨子送送福气。当我面欺负还赶我妹子，你敢打我？大喜的日子你不知好歹！这是我的婚礼，还是你的婚礼？放开我！这。求求你们了，放过大志吧！你们两个老东西别不识抬举，我能来那是给你们面子。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桂花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快回去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别让桂花瞧瞧。让他瞧见又能怎么样？
怎么窝囊害怕人看见啊？放开我男人！哟呵，新娘子心疼了，来来来，一块热闹热闹。还有谁想热闹热闹？桂花，对不起。走，回家。可真是长本事了呀，新媳妇！大喜的日子，又是打人又是摔瓶子，这是结婚还是打架？别装哑巴！脸薄脸上，现在还红着呢。大嫂好心给你们热场子，你就是这么报答的？热场子，把我公婆抹成那样叫热场子，把我男人扒了往电线杆上绑叫热场，把我妹妹堵屋里拽衣服叫热场子。闹洞房天经地义，你一个新媳妇懂什么？你问问你公婆，看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嫂子，你消消气儿，桂花她年纪小，不懂事儿。我替他给你赔不是，赔不是就完了，干嘛这把脸打肿了？今天不给我儿子拿出点医药费，这事儿没完。明明是他们先闯进来，扯我衣服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闭嘴！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你看我这脑子，应该给红包，我这就去拿。妈。你要干什么？王建宝，谁给你的胆子闯我的新房？还敢对小梅动手动脚？要不是小梅拦着我，你现在都够呛的站在这儿。你怎么说话的？都一家人，有必要说的这么难听吗？就是，梅兰说的对，我们自家人再怎么闹，也轮不到你个刚过门的新媳妇这儿指手画脚。可不是嘛，大喜的日子闹成这样，像什么话？听见没有？大伙儿都这么说。你一个杀猪的野丫头，嫁进来就好好相夫教子，别在这儿逞能。大志也真是娶这么个母老虎回来。大志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好好管管你这媳妇儿，别到时候让大家笑话。都给我闭嘴！一家人，你们拿这一家子当人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看我公婆的样子，这是一家人能干出来的事儿。爸妈，你告诉我，今天抹灰这主意是谁出的？你给我干什么？李桂花，你疯了！我可是你长辈，给我闭嘴！大志，绑你的主意是谁出的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手滑了。你们就是这么对大志家的，现在用到你们自己身上还舒服吗？我不管你们之前怎么样，但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家我就是话事人，谁要想欺负这家人，先问问我的杀猪刀。
泡泡脚吧。今天对不住，委屈你了。我受什么委屈了？打人的可是我。我没用，护不住你。亲戚发难的时候只敢看着。桂花，你后悔嫁进来吗？王大志，你听好，我不需要你替我拿刀砍人，只要你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死心塌地站在我这边，能不能做到？能，我命都是你的，你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这还像句人话。行了，别垂头丧气了，把门关好，咱们办正事儿。正事儿？这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想什么呢？过来数钱。算上这2天收回来的，加上我自己的底子，一共快2万了。大志，我打算好了，咱们结婚以后就在村里开个猪肉铺。开店？好啊，我无条件支持你。不过装修、盘店面、购置冰柜，还得进货。这2万块钱紧紧包包，还差个1000把块的缺口。要不我先去找亲戚朋友先借点，我们先把铺子开起来。啊！桂花，你干什么？我们先谈正事要紧。洞房花烛夜，这才是正事儿，别的明天再说。你磨磨唧唧的，该不会有问题吧？行，哪能不行？爸，我和大志准备开一间猪肉铺子，还差点钱。开店是好事儿啊，钱还差多少？爸去外面凑点。不用。那天收账的时候，这家不在，现在去要回来，刚好能补上这个窟窿。桂花，这人的钱，咱们真不能去要。不能要？为啥？使不得呀，桂花，那是王福来啊。王福来怎么了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桂花，你刚嫁过来，不知道福来叔是咱们村的老支书，他这人最重面子，谁要是敢跟他过不去，就是跟全村人过不去呀。是啊，桂花，这家可千万不能去闹啊。谁说我要去闹了？对付张梅兰那种不要脸的，咱们就得比他更横。但对付王福来这种把脸面看得比命还用的人，咱们就得换个玩法。咋玩？他不是要脸吗？那咱们就敲锣打鼓，送他一个天大的面子。咱们乡里乡亲的，讲究的就是个和睦，凡事要多替别人着想，不要见钱眼开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还是福来叔觉悟高，咱们村没您老坐镇，可真不行。福来叔，大志带我给您磕头道谢来了。林桂花，这新媳妇把整个村子都搅了个天翻地覆，这次来绝对没安好心。是大志媳妇儿啊，新婚第1天怎么跑我这老头子院里来了？叔，
我们两口子今天来是专门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。报恩？报什么恩？福来叔，您就别瞒着大伙了。我昨天过了门才知道，大志家里那些年被有些不要脸的亲戚连拿带骗，日子过得那是苦不堪言啊！要不是福来叔您当年高瞻远瞩，以借款的名义把那5000块钱拿走代为保管，大志家那点血汗钱早就被那些豺狼亲戚瓜分得一干二净了。这大伙儿听听，什么叫德高望重？什么叫用心良苦？这份大恩，我们大志一家记一辈子。哎呀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福来叔，您这事儿干得敞亮啊！我就说嘛，福来叔什么身份，怎么会欠老王家的钱？原来是替大志存老婆本呢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这小丫头片子，把我架在火上烤了。要是现在说不还，我这张老脸还要不要？叔，您看，我现在和大志也成家了，我们盘算着去镇上开个大肉铺，正愁没有启动资金呢。您当年帮我们存的这5000块钱，简直是雪中送炭啊！谢谢福来叔替我存钱。快起来！好孩子，叔一直给你们留着呢。真的呀？那太好了！大志还愣着干嘛？快帮着福来叔进去拿钱啊！不用，叔自己去拿。媳妇儿，太厉害了！福来叔那脸绿的，跟吃了苦瓜似的。1分不少。福来叔，您可是我们的大恩人，等我们在镇上的肉铺开业了，必须请您去剪彩。好说，好说。到时候也劳烦各位赏脸，给福来叔捧捧场。福来叔的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，放心，我们肯定去。王福来，连王福来的钱都要回来了。王福来这钱欠了4年，我天天路过他们家，连正眼都不敢看。桂花，你才刚嫁进来，就把我这辈子不敢干的事儿全干了。爸，这钱不是你借出去就没了的东西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谁欠的都得还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桂花，爸这辈子窝囊，被人踩了一辈子，连累大志也被人看不起。你进了这个家门，才让咱家像个人样。爸替老王家列祖列宗谢谢你。行了行了，一家人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干什么？桂花，我一定一辈子对你好。有什么好哭的？求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！这笔钱谁都不许动，留着给小梅念书。小梅，嫂子，我都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了，哭什么哭？你好好给我念书，考县一中，考大学，将来出息了，谁再敢说咱家窝囊，你拿成绩单甩他脸上！嫂子，我一定好好学。我将来挣大钱，给你买大房子，给你买新衣裳。谁要你给我买大房子了？
你能考到城里的大学去，嫂子就知足了。桂花，开店的事儿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张？挺积极啊，店随时都能开，就是还缺个摆摊吆喝的人手。我啊，桂花，我力气虽然没你大，但我能跑腿儿，能算账，能招呼客人。你负责杀猪分割，我负责摆摊吆喝，保证把摊子办得红红火火。你摆摊吆喝，你平时跟人说话都结巴，你吆喝个什么劲儿？那不一样，卖肉是为了这个家，我不怕。行，算你有胆儿。等你真把肉卖出去，再跟我吹牛。你说的，我现在就开始练。来嘞来嘞，新鲜的王家猪肉。梅兰姐，你是没看见，那林桂花现在在村里走路都带风，得意的很。我听说王福来的钱也让他要回去了，那可是支书啊，愣是一分没少还。够了！咱们这几家，哪个没在他手里吃过亏？我被他当众要走了5000块，脸丢尽了。这口气，你们咽得下去？咽不下去也得咽啊！那女人跟刺猬似的，手里拿一把杀猪刀，谁惹得起？刀只能对付一个人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他还敢把咱们都砍了？梅兰，你有主意了？他林桂花不是厉害吗？刀枪不入的硬茬咱们啃不动，那咱们就挑最软的柿子捏。你是说李秀渠？王栓才那个软蛋媳妇儿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脚。林桂花再横，还能一天24小时守在家里？梅兰，你想干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大嫂，秀菊啊，洗衣服呢。来，嫂子帮你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，都是一家人，帮你是应该的。秀菊啊，你家那个儿媳妇最近没欺负你吧？没有，桂花对我可好了，真的。好，一个杀猪的能好到哪儿去？秀菊，你可别替他瞒着。他有没有让你干活？有没有克扣你吃穿？有没有拿刀吓唬你？秀菊啊，你从小在娘家就是老实人，被人欺负了都不敢吱声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王家还有长辈撑着呢。对了，秀菊，听说你们家最近收回来不少账。都是自家人，有钱了可不能藏着掖着。你大哥家最近想翻修房子，还差个千儿八百的。那个家里的钱都是桂花在管，我一个老婆子做不了主，当婆婆的连自己家的钱都不能主，说出去不怕人笑话。趁我洗完手之前，滚！林桂花，你什么态度？滚！我告诉你们，我的铺子离家可不远，要是再让我看到你们不安好心，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妈，别怕，有我呢。桂花，有你在，妈不怕了。
今天是王家放心肉铺开业的日子，希望大家多支持，多监督，让全村都吃上放心肉。福来叔面子真大，辛苦福来叔了，这是一点心意。那我就先替大家试试水，把把关。这王家媳妇儿就是有本事，连福来叔都抢来了，可不是吗？这么多年来，福来叔给过哪家这种面子？各位乡亲父老，王家肉铺今天开张，我林桂花亲手杀的猪，绝对新鲜，绝不注水，买3斤以上送猪血1盆。桂花，你这一嗓子比鞭炮还响。卖肉的嗓门不大，怎么让人知道咱家肉好？大志，到。吆喝。来嘞！新鲜的王家猪肉，现杀的，不鲜不要钱。桂花，给我来2斤五花肉，剁成馅。好嘞。婶子，肉好了，我再给你搭块骨头。这王家娶了桂花，真是烧了高香了。你看这肉切得多利索！给我来3斤，给我来3斤，给我来3斤，我要5斤排骨。桂花，全卖完了，你猜多少钱？多少？328。我去镇上给人帮一天忙，才不到50。这才第1天，后面还有的是生意呢。回家吃饭。桂花，尝尝这个酱猪蹄儿，咱妈亲手做的，可好吃了。这味道要比外面买卤煮的好吃多了。我也就做饭的手艺还算拿得出手，让你见笑了。妈，你太谦虚了，这手艺出去摆摊绝对能卖爆。真的吗？妈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桂花说行就一定行。我明天就去镇上买香料。桂花，你嫁过来后，家都有奔头了，这酒爸敬你。慢点喝，又没人跟你抢。爸，这不算什么，以后咱家的肉不光在村里卖，还要卖到镇上去，卖到县里去。我要让10里8村的人都知道，王家放心肉就是最好的肉。嫂子，等我放上暑假，我也去摊上帮忙。你先给我把期末考第1拿回来。那我考第1了，你让我去吗？考第1了，嫂子给你买新书包、新钢笔。秀菊啊，跟着我这么多年，让你受苦了。现在桂花进了门，咱家日子好了，咱老两口也能轻松点了。都老夫老妻了，当着孩子的面说什么呢？这才像个家的样子。
得少买点啊！每次轮到我就卖完了。谁让你来那么晚？桂花家的肉不到10点就没了。这破肉摊子还真让他们做起来了，排这么长的队，这得挣多少钱？哟，这肉卖这么便宜，谁知道是不是新鲜的？张梅兰，你买不买肉？不买把地方腾开，别人还排队呢。我是不敢买，我宁愿去镇里买贵的，也不买你这种死猪肉。死猪肉，照这么说，大娘你之前一直抱着活猪啃啊？嫂子，你就别嘴硬了。桂花家的猪肉怎么样？我们都心知肚明。你要不买就快让开，别耽误我们。反正你们这肉就是不新鲜。不新鲜？那我们家每天传来的杀猪声是你叫的啊？行，你们不信我是吧？那你们就接着买，到时候出事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梅兰姐，你大晚上把我叫来，什么事儿？你去集上看过没？王家那个肉摊排队排的拐弯了，一天下来少说挣40-50，40-50一天。咱们这些正儿八经的王家亲戚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一个外姓媳妇嫁进来没半年，又讨债又开铺子，风光的不得了。你们咽得下这口气？可是他上次拿账本讨债那架势，你没领教过？讨债是讨债，做生意是做生意，两码事。他林桂花再横，还能横过顾客的嘴？梅兰，你想干什么？他家的肉不是卖得好吗？咱们就让他卖不出去。明天你们找几个人去集上传一传，就说王家放心肉的猪肉来路不正，生了拉肚子。这招好，这么一来，谁还敢买？万一他查出来是谁传的？查？满集市的人都在传，他查谁去？哎，你听说了没？有人说昨儿个吃了桂花家的肉闹肚子，跑了3趟茅房。真的假的？我家吃了好几个月了，从没出过事儿啊。我也听说了，说是猪肉不干净有问题。今天我先不买了。桂花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个笨贱，你跟个单手亲戚，这别老要说笑话。大志，你先支应着摊子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桂花，你别冲动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表嫂家隔壁的老王头，昨天吃了他家的猪头肉，拉了一夜。谁知道他家猪肉是从哪儿来的？搞不好是病猪、死猪，反正便宜肯定没好货。天哪！我昨天刚买了3斤，退了，赶紧退了！哟，这不是张大娘吗？你刚才说我家的肉是病猪。我可没瞎说，有人吃了你家肉拉肚子，集市上都传开了，大伙说是不是？各位乡亲都看看，这是镇里检疫站的检疫合格证，
每头猪都是从正规养殖场拉来的，每一头都经过检疫。还真是检疫站的章，这东西造不了假。那之前说的拉肚子，到底是谁传出来的？我敬你是长辈，但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污蔑我家的肉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要是你说不出来个缘由，那就是造谣。我没有，我也是道听途说。各位乡亲，我林桂花做事光明磊落，以后再听到这种谣言，直接来找我当场验肉，当场对质。桂花，我家吃了100年肉，从没出过事儿，我信你。张梅兰，事不过三，你最好识相点。怎么样？传开了没？传是传了，但是被他当众拿出检疫证、进货单，全给送回去了。他还差点把我揪出来，说是你指使的。那现在呢？他家肉摊怎么样？排队的人比之前更多了。好得很，造谣没用是吧？那就来点硬的。梅兰，你还想干什么？你上次说的那个侄子叫什么来着？年轻气盛，下手没轻没重那个，叫他过来。谁是林桂花？我就是，有什么事儿？赔钱！前天我在你这儿买了5斤排骨回去炖了，全家上吐下泻，镇上卫生所的病历都在这儿。你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砸了你这个黑心摊子！前天买的。对，前天我家没出摊儿，我回娘家看我娘去了，门口挂着牌子写着歇业1天，你在梦里买的。那就是大前天，反正吃了你家肉出了问题，你今天赔也得赔，不赔也得赔。敢动我男人，痛怎么了？一个窝囊废，老子想打就打。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200斤的猪，我一刀下去，哼都不哼一声。你还敢砸我摊子，打我男人？你是觉得自己的命比猪硬？好，桂花飞虎，这么强大的人，应该好好治。我活了60年，没见过这么厉害的新媳妇儿。大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桂花，幸好你在。桂花，你说是谁指使他们来的？还用猜吗？哼，那老娘们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不好意思让大伙儿看笑话了，今天买肉的，每人免费送1根肉肠。这都治不了他，这都治不了他。梅兰姐，上回的事我们钱都没挣着，还差点被那娘们砍了，我们不干了。
100块，这次不用你们砸摊子，晚上藏在他收摊回家那条路上，给我堵住他，打一顿，别打残了，给我出口气就行。就打一顿？对，就打一顿。你俩给脸蒙上，打完就跑，他想报警也找不到人。什么时候？明天晚上。还疼吗？不疼，早不疼了。又是你们2个，这次收了张梅兰多少钱？用不着你操心，上次在你摊子前丢了面子，今天我哥俩要连本带利的找回来。你去看车子，谁让你上来的？张梅兰就找了你们2个孬货过来，猪挨一刀至少还能好2声呢。臭娘们儿！你们谁敢动他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疯了是不是？那可是刀子！我说过帮你挡刀，就要说到做到。都怪你这臭嘴，老说晦气话。桂花，你在哭吗？闭嘴！再说话我把你扔路边。桂花，我不后悔，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冲上去。闭嘴，傻子！桂花，你手轻点儿。你连刀都敢挡，还怕毛巾？还好只是皮外伤，不然我跟他没完。桂花，我不怕疼，我就怕你出事。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雇凶杀人，这是亲戚还是仇人啊？没有证据，就算是找上门去，也拿他没办法。桂花，我没事的，大夫也说了，就是小伤。那就这么算了。那该咋办？怎么办？这账我都给他记着。伤你的那俩人我已经报治安了，张梅兰的账我迟早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2个大男人打不过1个女的，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？那娘们手劲大得跟牛似的，我们梅兰姐，我们在她男人身上划了一刀，她没报警已经是烧高香了，
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什么？你们动刀了？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那娘们1打2把我们俩都揍趴下了，我俩上头了才掏的刀。结果他男人扑上来挡，就划到腰了。没说是我指使的吧？没有。不过梅兰姐，我劝你一句，那个林桂花你别再惹了，你斗不过她。整不死你，我还弄不了那一家窝囊废。喂，大壮啊，你要媳妇儿不要？你们涉嫌故意伤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怎么了妈？有事慢慢说。小梅她被张梅兰用一辆黑色轿车接到她家里去了。光天化日抢我妹子，活腻了！大志，你和妈看着摊子，我去救小梅。把头抬起来。模样不错，屁股也大，胯宽，好生养。就是瘦了。小事儿，你带她回去多吃几顿好的，养胖点，来年保准能抱上个大胖小子。我前面2个媳妇儿没生出儿子都被我赶跑了，你得争点气，听见没？你放心吧，小梅这孩子打小就听话。谁呀？进来不知道敲门。你就是那个要娶我小姑子的。嫂子来了，没事了。你谁呀？我是小梅的嫂子，我妹子今年才17，还在念书，没到领证年纪就想强娶我妹子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告你？还在念书？张梅兰，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啊！是这样的，这一家子当时穷的连学费都交不起了，眼看着就要退学，我这才……张梅兰，你要脸吗？你告诉人家老板，小梅知不知道这件事儿？你有没有问过她愿不愿意？你把一个还在上学的孩子许给一个比他爹还大的男人，收了多少好处费？张梅兰说这事儿连他自己本人都不知道。王老板，你听他瞎说！女孩子念再多的书有什么用？迟早要嫁人的。他爹妈没本事，所以这事都是我在操心。他愿意的，他肯定愿意。愿意？你愿意嫁你嫁吧，反正你也没男人，抓紧时间，兴许还能老蚌生珠。你，嘿，真他妈晦气，差点让你坑了。我告诉你，合同上可是写的一清二楚，这桩婚事不成，就是你单方面的违约，10倍介绍费赔偿1分也不能少。10倍啊，那可是1万块啊！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和大志昨晚被人袭击了，那2个人我已经托关系去找。这件事最好和你没关系。桂花、大志，你们猜今天熟食摊卖了多少钱？多少？ 210块，
光卤猪蹄就卖了8个，村东头的刘婶一个人买了3个，说咱家手艺比镇上的馆子都好。桂花，等明年这个时候，咱们在镇上租个门面，不光卖肉，卖熟食、灌香肠、腌腊肉，你来当掌柜。先把伤养好再吹牛吧。大志，小梅也快高考了，咱们要不搬去县城吧？老头子，桂花说行就行，咱听桂花的。嫂子，那我是不是就能天天回家了？对，你可得好好考，考不上就把你嫁给隔壁村卖豆腐家的傻儿子。这女的是谁呀？这么大力气！王家放心肉的老板娘，听说她家以前在村里杀猪的，手劲大着呢。嫂子，哥，小梅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？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年级第1。行啊，王小梅，我看这1中的第1是要被你包圆了。那嫂子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呢？我考上大学，你就带我去省城看看。等你在省城上了大学，我和你哥就在省城边上再开一家店。你在学校里吃不上家里的肉，嫂子每周给你送。哥，你说咱们得关多久？我哪知道，打架斗殴加动刀子，怎么也得半年起步吧。为了这点钱，真不值当。现在说啥也晚了，等出来后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吧。哥，你说他们问咱是谁指使的，咱咋不说？说了不定还能捡几天。说个屁说！这事儿现在就咱俩知道，要是捅出去了，你媳妇儿不得跟你闹翻天？那我们怎么说？就说看那娘们儿不爽，喝多了上头，没人指使。1万块，我去哪儿找1万块呀？林桂花，都怪林桂花！要不是她闯进来，5000块早就到手了，小梅也能顺利嫁出去，哪还欠这1万块？这笔账我一定要从她林桂花的手里讨回来，家人打碎了骨头还连着筋。我就不信王栓才一家子窝囊废，还能跟我斗。大志，你们一家人现在发达了，就可怜可怜大娘吧。
大娘，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。大娘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？桂花，以前是大娘不好，大娘嘴贱，大娘小心眼儿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帮帮大娘吧。你们家肉铺生意这么好，借我2万块周转周转，我保证还。这老太太看着是真可怜。是啊，做小辈的哪能看着长辈跪地上？大娘，我记得你家日子过得不错啊，外面欠的什么债啊？不如当着大伙儿的面说说。就是之前给咱家亲戚办事儿欠了点人情债。桂花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娘被逼死吧？各位街坊，这位是我家大娘，她说的给亲戚办事儿，就是瞒着全家把我在上高中的小姑子许给了一个比她爹还大的男人。事情让我搅黄了，人家现在找他赔违约金。你把小梅往火坑里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可怜？你雇人砸我摊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们一家可怜？你在路上让人堵我，动刀子伤了我男人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着今天？想找我借钱，行啊，你现在就跪在祖宗祠堂，当全家人的面给我爸妈下跪道歉，再把这些年从我们家捞的油水原封不动的吐回来。不借了，我不借了还不行吗？大娘，你等着，来日方长，之前的账以后我跟你慢慢算。我以为上次以后他就不敢来了，怎么跟狗皮膏药一样，还缠着我？梅兰一直就这样，要不到东西不会罢休的。今天在街上丢了那么大的东西，我怕他。怕他什么？他还敢再动刀子？上次那2个混混现在还在局子里关着呢。已经抓到了。派出所刚打的电话，说打架斗殴和持刀伤人，一时半会儿是出不来了。我托人问了，2人倒挺义气，没供出张梅兰。这事儿现在是我们手里的把柄，他要是从此消停，这事儿就捏在手上；他要是不消停，我非得把这事儿捅出去。桂花，你做事有章程，爸活了60多年，不如你看得明白。不是我看得明白，是他自己把路走绝了。王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张梅兰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婚事不成，违约金1万。我等了半个月，钱呢？王老板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全怪那个林桂花，她家在县城开了肉铺，有的是钱，你去找她要。哼，合同是你跟我签的，我找他干什么？冤有头债有主，电视、缝纫机、自行车都能抵债，还有院子里那些猪和牛。先抵一部分，剩下的你慢慢还。张梅兰，你是自己把自己作死。你要是不贪那份媒人钱，
哪来今天的事儿？怪我，肯定不怪我。张梅兰啊，张梅兰，你折腾了一辈子，到头来连只鸡都比你体面。林桂花，都是林桂花害我变成这样的。小贱蹄子把我害这么惨，你也别想好过。等着你就得拿钱。林桂花，都是你逼我的，你让我日子过不下去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哼，我光脚的还能怕了你穿鞋的？林桂花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害得我倾家荡产，我烧你一间铺子，咱们扯平了。大娘，刚才火要烧起来的时候，心里痛快吗？你折腾了这么多年，婚礼拦路，婚闹扒大致衣服，欠钱不还砸我摊子，找人堵我，动刀子伤了我男人，把小梅卖给老男人，到今天放火烧我的铺子。大娘，你赢过一次吗？一次都没有。你折腾一次，自己就亏一次，家当没了，亲戚跑了，现在就连你自己也要吃牢饭，这就是你要的结局。大志，你说你们这一家子以前在村里什么样？以前谁都能踩一脚，过年吃肉都不敢让亲戚知道。现在呢，你这媳妇儿可不是好惹的主。要我说啊，你们全家都得好好谢谢人家桂花。那是，我媳妇儿除了不会飞，别的样样在行。别嘚瑟了，就在你家装修的这几天，对面也新开了一家，招牌就叫放心肉，跟你家就差2个字儿。大志，下午去看看，看他们家卖什么价。大哥买肉，咱家比对面便宜。五花肉对面卖7块5，咱家卖6块8，一模一样的新鲜肉。
这肉不对劲。桂花教过我，好猪肉压下去弹回来，这肉按下去一个坑。掌柜的，你这肉在哪儿进的？你问这干啥？没啥，随便问问。比咱家便宜7毛钱，但肉不对，颜色发白，按下去不回弹，8成是注水肉。注水肉还卖6块8，一斤能多赚2块钱。咱们怎么办？也跟着降价？不降价，降了就是告诉别人咱家肉不值7块5。那顾客全跑对面去了怎么办？明天你在门口支个炉子，现场煮肉，让大家伙知道什么叫好肉。各位街坊，今天现场煮肉，好肉不怕煮，汤白味香。有人问为啥不比对面便宜？因为咱家的肉不打水。这味道就是不一样。对面那家便宜是便宜，回去炖半天也没个肉味儿。大志，我刚从对面买肉过来，你给我看看这个肉。大爷，这就是注水肉，水打进去后回家一煮全都出来了。7两的肉，煮完剩不到5两。退钱！拿注水肉糊弄人，你的良心呢？大志，回来称肉。不用看了。哎，就是这家，听说是我们班王小梅家开的。原来王小梅家是卖猪肉的。我说她身上一股味儿，难怪她总是一个人，家里天天杀猪，可不一身腥嘛。原来是杀猪匠家的闺女。哎，小姑娘，后面排队去。我跟她认识，打个招呼不行啊？赵月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小梅啊，听说你家在这儿开店，我特意来捧场的。谢谢你啊，你要买点什么？给我来2斤瘦肉，要纯瘦的，一丝肥肉都不能有。月月，你看这块行吗？这里有肥肉，我不要，重新切。月月，这个已经很瘦了。我说有就是有，你是卖肉的还是我是卖肉的？赶紧给我快重新切！这块应该可以了。还是有肥肉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小梅，要不我来吧。没事儿，哥，我能行。王小梅，你是不是根本不懂什么叫纯瘦肉啊？还是说卖肉的就这水平？小姑娘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人家小梅给你切了3回了。我看那肉早就够瘦了，你这是故意找茬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没事儿，嫂子，同学想要纯瘦肉。这肉已经够瘦了。我说不够瘦就是不够瘦，你们这是什么服务态度？顾客的要求都不能满足，还开什么店？趁早倒闭算了。小姑娘，我们家是良心肉铺，不是受气铺子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肉该多瘦就多瘦。你要是想买100%纯瘦肉，菜市场那边有注水肉，煮出来一点肥都没有，特别符合你的要求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信不信我要投诉你们？投诉？行啊。我们店墙上挂着诚信经营示范户的牌子，旁边就是工商所电话。我今天就看着你把这个电话打出去。打啊！怎么不敢打？真以为大家伙的眼睛都是瞎的，看不出来你买肉是假，找茬是真的吗？我一块肉让人家切4、5回，可不就是故意刁难吗？小姑娘，做人得厚道啊！我不买了，一身猪腥味，臊死人！态度还这么嚣张，这样的铺子迟早黄。王小梅，你给我等着！别怕，有嫂子在。桂花，还是你厉害，我刚才都不知道咋办，你3、2句就把人打发了。行了，赶紧收摊儿，别耽误人家排队。这丫头，来者不善。小梅，多吃点儿，你最近瘦得太快了。是不是学校功课太紧了，累着了？没有爸，我不饿。小梅，你这几天都没怎么吃饭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嫂子，我真的没事儿。小梅，你有心事就说出来，咱一家人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。我吃饱了，先回房间写作业了。小梅，嫂子能进来吗？嫂子，你进来吧。你晚饭没吃几口，喝点这个暖暖胃。嫂子，怎么了？学校里没人理我了。那天赵月月回学校，到处说咱家店欺负顾客，说嫂子你拿刀吓唬他。胡扯！我那天手里拿的是工作用的杀猪刀。他自己家里有钱，他妈是商会会长，班里好多人都巴结他。现在大家都不跟我说话了，他们就散开。有人还在我课桌上写字。写什么？我拍下来了。你跟他之前有啥过节吗？上次他来咱家店门口找事儿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不对劲儿。他学习不好，每次考试我都比他高几10分。他妈妈花钱让他进的一中，但他成绩在班里垫底，老师经常夸我，他就这样了。小梅，你听着，你没做错任何事。可是嫂子，他们都说我们家是臭卖猪肉的，一身骚味儿。卖猪肉怎么了？咱们家靠卖猪肉从村里搬到城里，换了小车，起了新房供你上学。猪肉铺子是咱们家生存的活计，这有什么丢人的？我知道嫂子，我从来没觉得丢人，那就行了。早点睡，明天我跟你去趟学校，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，敢欺负我林桂花的妹子。嫂子你别去，去了会让老师觉得咱们家也……觉得什么？觉得咱家里人护短。小梅，一次的忍让换来的是无数次的变本加厉，你得记住这个理儿，不能让外人一而再再而三欺负了你。好，早点睡，明天嫂子陪你上学。桂花，你今天不开店？你和爸妈先支应着，我去趟小梅学校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有人欺负小梅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？店里离不开人，这事儿我一个人能解决。放心，你媳妇儿办事儿，你还不放心？那倒是，
我媳妇儿最厉害了。少贫嘴，好好看店。同志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找高2、3班的班主任李老师。找老师得先登记，你是谁家长？他嫂子，有点事儿要跟老师谈。行，写上名字和联系方式。嫂子，要不算了吧？不行，今天这事儿必须说清楚。那是谁啊？好像是王小梅她嫂子。赵月月，又见面了。我警告你啊，这是学校，你别乱来啊！那天你来我店里，我对你不客气，那是我的事。但你回学校煽动同学孤立我妹妹，这账得算清楚。我没有，谁孤立她了？你别血口喷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上课时间家长怎么进教室了？李老师，我知道今天来学校不合规矩，但我妹妹在学校被孤立、被侮辱，我这个当嫂子的不能不管。您看看，卖猪肉的滚出一中，这是学生该干的事儿吗？赵月月，这是你做的？我没有，是他们，是你让我们写的。我家是卖猪肉的，但我们靠本事吃饭。小梅成绩好，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。谁要是再因为这个欺负她，我林桂花第一个不答应。赵月月，跟我去办公室。小梅她嫂子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小梅，那天的事儿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不该跟着瞎起哄的。是啊，其实我一直很羡慕你，你不仅学习好，家里人还那么护着你。你嫂子那天说的话，我回家想了好久。她说的对，靠本事吃饭没什么丢人的。我妈听说了这事儿，还夸你嫂子有骨气呢。谢谢你们。以后一起吃饭吧，别一个人了。好，上周的月考成绩出来了，这次全年级第一还是我们班的王小梅。嫂子，谢谢你。傻丫头，跟嫂子说什么谢？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被他们欺负的不敢上学了。那怎么行？你可是要考大学的人。桂花，你是真厉害。我要是去学校，估计连话都说不利索。你还知道你嘴笨呢？我是嘴笨，但我会娶媳妇儿啊！娶了你这么能干的媳妇儿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少贫嘴。都是林桂花把我害得家破人亡，现在居然混得风生水起，我不服！嫂子，傻妮子这么晚还等着，走，回家。林桂花同志在吗？我是。经群众推荐和公生主调查，你家的肉连续3个月检疫合格，分量足，价格公道，顾客投诉为0。这是县工商所发的牌匾，全县今年就3块，你是肉铺行业唯一一个。我说桂花，
你家挂了这牌子，以后该不会涨价吧？对呀，这示范户的肉，我们还真没吃过嘞。你们买我家肉这么久，还不知道我林桂花啥脾气？以后肉还是7块5一斤，1分不多涨。王大师。嫂子，我明天就要高考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东西都收拾好了没？收拾好了。笔多带2支，别到时候出什么岔子了。明天嫂子就不开张了，去学校门口帮你加油打气。怎么了，小梅？全校第一也会紧张啊？嫂子，要是我没考好怎么办？老师说全县第一在省城不算什么，省城好学生多的是。我怕我发挥失常，万一紧张了脑子一片空白，万一作文跑题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你从高1到高3考了多少回？哪回掉出过前3？你半夜拿手电筒在被窝里背书，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该背的书背了，该做的题做了，考场上把你脑子里那些东西往外倒就是。你嫂子当年第1次杀猪还不紧张呢，一刀下去就完事儿了。杀猪和考试能一样吗？一个拿刀，一个拿笔，都是动手的活儿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嫂子你放心，我一定考个好大学回来，给你脸上争光。爸妈哥嫂子，你们别等了，天太热，回去吹风扇吧。你甭管我们，好好考。笔都带齐了？带齐了，昨晚一样一样检查过的。别多想，正常发挥就行。桂花，你说小梅能考上不？她全县第一，她考不上谁考得上？我就是担心她紧张，担心她。爸，别看小梅平日里不怎么说话，但她将来一定是咱家最硬的骨头。什么意思？我的骨头就不硬呗？大志，你妹比你强。爸，你咋这么偏心？她是从小比我强，但我娶了个好媳妇儿啊。真是不知羞。别找了，人都出来了。哥，嫂子，我考完了。考得怎么样？都答出来了吧？这次超常发挥，只要接下来稳住，一定能考上好大学。唉，终于解放了。小梅，感觉怎么样？还行吧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没全做出来，不过老师说过，那题本来就没几个人能做。
能过线吗？过线没问题，就是冲985可能困难一点。这上面是省城几所重点大学前几年的录取分数线，你看看有没有心仪的。嫂子，我想填这个省城师范大学，那里的公费师范生免学费，每个月还有生活补贴。免学费？毕业了就能当老师。老师好啊，以后我跟你嫂子有孩子，就不怕没人教了。谁跟你要孩子？当然是跟我最厉害的媳妇儿要了。王大志，你家有一份省城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听说还是公费师范生。桂花，你家是咱街上第一个大学生吧？公费的，往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嫂子，我没辜负你的信任。今天所有买肉的8折。建国，你可回来了！妈在这里头受够了，都是那个林桂花。妈，我让人打听了，婚礼是你先闹的，舒家的钱是你赖着不还，小梅的事儿是你瞒着全家收人家2000块，你还雇了人动刀子，那2个混混现在还关着。你回来是替你妈出气的，还是替外人骂你妈的？我回来是解决问题，但你要是跟我说一半藏一半，我现在就出去，不管了。好，你妈贪，干了那些事儿，可你妈现在蹲在这里，家当也被搬空了。你爹死得早，你妈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大的罪。等我。这里以前卖鱼的，结果上个月忽然说不干了，回了老家。这摊位位置好，人气足，就是转让费高了点，而且必须5年起租。位置是好，不过价格要是贵的话，我就得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。林老板，这摊位好几家盯着呢，你要是不赶紧定，早晚被人抢了。那这样，我先交200定金，你帮我们先留着，剩下的我们商量商量，后天来签合同。桂花，要是这摊位拿下来，咱家可就2家店了。回去跟爸妈商量一下，后天就来签合同。孙叔，我们来签合同了。桂花啊，那个摊位昨天下午被人签了。我刚交了200定金，怎么就卖出去了？对方直接拍了全款，10年租金加转让费一把付清。你说我一个管理员，人家拍钱就签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的定金在这儿，我退你。谁签的？姓王，叫王建国，你们认识吗？王建国，我记得张梅兰的儿子好像就叫王建国。又是他们家，没完没了。桂花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个位置这么好，早知道就早定下来了。你们认识他？是同行吗？我听说好像是要卖肉来。
没错，王建国的肉是我供的，他进来就要跟你央的货，我也没理由不卖。怎么，你们两家结仇了？他妈就是之前放火烧我们店的，最后被我送进去了。这样啊，怪不得他前2天问我，能不能只供他一家，别供你。这王建国倒是有点脑子，比他妈强多了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你知道卖鱼的老王头为什么不干了吗？他提前知道那个农贸市场下个月要拆，趁还有人接盘，赶紧出手。那个市场要拆，规划局的文件这个月底就下来，现在那些摊主还蒙在鼓里。老王头有亲戚在规划局，提前2个月就跑了，那个摊子谁买谁亏。你千万别往外说，这事儿还没公布。周叔，多谢了。你这孩子性格直，脾气好，我打心眼喜欢。要谢就谢你自个儿吧。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，这一片的肉店都要被我垄断了。我看你王大直怎么赚钱。大爷，各位经营户同志，接县规划局通知，本市场将于下月底前整体拆迁改造。请各位经营户在15日内到管理处办理退租手续。拆迁？好好的怎么就拆迁了？我才刚装修完，又交了10年的租金，手里1分钱可都没了。老孙，他一定知道内幕，我得去找他。孙主任，我10年租金一次性交清，装修进货又砸进去1万多，现在你告诉我下个月拆？这合同签了才半个月。王老板，我今天早上也是刚接到通知。你骗鬼呢！我就说好好的摊子，原摊主说不干就不干了。之前那个卖鱼的肯定知道。他提前就知道要拆，所以急着脱手。我接手他的烂摊子，他却拿钱跑了，我替他扛这个雷。这我可不管，签了合同，这地方就是你的。那我刚装修好的店就这么给我拆了，那我可就管不着了。当时合同写的10年租期，你要是单方面违约的话，1分钱也没有。都是我自作自受，这是我们家欠他们的，这一灾，算我给他们挡了。桂花，那个王建国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吧？不会了，他已经没钱了。他在外地攒的那些家底现在全赔了。上次烧咱们店铺没钱赔，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了。现在他妈马上出狱，他剩下的钱估计连给他租个房子都够呛。桂花，你心里有数就好。反正你到哪儿我到哪儿，有人想欺负你，就得先从我身上跨过去。吃饭，说什么不吉利的？别紧张，我不是来闹事儿的。林桂花，我想问你一句话。问。市场要拆的消息，你事先知道吗？知道。
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签完合同第2天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抢我摊位的时候告诉我了吗？我妈下个星期出来，我明天带她回外地。以后不会有人再找你们麻烦了。这下终于安生了。那不是王栓才吗？那个窝囊！刘大爷，过年好！你看，桂花就是会过日子，这才嫁进来多长时间，人家摩托车都买了，可不是嘛？之前村里人还说桂花克夫，我当时就不同意。你看看现在咱桂花多有出息。这是小梅，都考上大学生了。婶子好，我在省城师范大学念中文系，公费的，毕业了就能回县里当老师。公费上学，出来还能直接当教师，王栓才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。各位婶子大娘，明天我家办升学宴，请大家吃红烧肉。桂花就是好，我家儿子是没这个福分了，大致也不知道哪里修来的福分嘞。别傻乐了，快回家吧，等会儿还有采访呢。请问是王小梅家吗？我是县报社的，想采访一下她。咱们县今年考上省城师范的就她一个人。你是王小梅吧？你家里条件怎么样？我家是杀猪的，早年间生活很差，但是我嫂子嫁过来之后，她教会了我很多道理，也坚定了我上学的决心。你介意我把你家的情况写进报道吗？就是开肉铺供你上学这段。不介意，我嫂子说过，靠自己本事吃饭不丢人，您写就行。走之前我给你拍张照吧，正好也宣传宣传咱们肉铺。嫂子，山东李金凤房价行情中，结合福山学人审。林老板，报纸上说的是真的不？你家真供出个大学生？真的，我小姑子省城师范，咱们省城最好的师范大学。林老板以后多砍2根棒子骨送我，我给钱，咱也沾沾你家的文曲星的好福气。光吃肉可考不出大学生。你这丫头，有了婆家忘了娘，都不知道来看看我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我的好女儿日子过得怎么样，顺便做了点你最爱吃的菜。妈，我这2天实在是忙不开，要不然早就飞奔回家看你。桂花，咋了？哪儿不舒服？没事儿，就是胃里有点难受。你上次月事是啥时候？2个月前，我……桂花，你咋了？你哪不舒服？咱现在就去卫生所看看。行了，桂花没事儿，她就是肚里揣娃，小娃娃跟她报喜呢。桂花，我要当爹了！喊什么喊？求你那没出息的样，还不放我下来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
老板娘，恭喜！我要当爹了。谢谢各位捧场，到时候请大伙儿都来喝酒，肉管够。桂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我们家，谢谢你让我们能直起腰杆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。傻子，